不過有意思的是，今天主教練阿隆索一旦領先就站在場邊大聲指揮，一旦落後就坐回替補席，低着頭不敢大聲說話，小聲的跟助理教練在那兒交流，特有意思。所以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阵容平衡的問題，能夠进球的姆巴佩回来，結果全隊又不會踢球了。朋友們，今天曼城3-0拿下，而熱刺队竟然0-3輸給了森林。西甲方面，在主教練阿隆索的最後通牒面前，皇馬2-1艱難取勝，而德甲的拜仁本輪被美因茨逼平，還有意甲 AC 米蘭打平，那不勒斯輸球，國際米蘭在15輪過後衝上了積分榜第1。屬於足球的周末，咱們娓娓道來，請先點讚再看，養成好習慣。好，曼城現在是真的有一套，在度過了上賽季的低谷之後，本賽季瓜迪奧拉非常懂得輪換的真諦，歐冠哪怕打皇馬，該換人換人，主力該休息休息。那麼今天客場對水晶宮，曼城又回到了過去的那支曼城，3-0兵不血刃。上半場41分鐘，努内斯助攻哈蘭德头槌破門；下半場69分鐘，切尔基助攻了福登，貼地斬建功。最後第89分鐘，薩維尼奧造點球，哈蘭德點射再下一城。瓜迪奧拉今天上半場前30分鐘的陣型真是太迷了。這樣的神仙陣型都能贏下比賽，在最近的密集賽程上，而且曼城還有勢如破竹的表現，所以這一切都要從歐冠踢勒沃庫森的輪換開始。瓜迪奧拉確實有前瞻性。有趣的是，水晶宮這個賽季的主場就只輸過曼城、曼聯，所以曼市雙雄這兩支捕鳥隊是天克水晶宮啊。今天曼城打水晶宮，水晶宮的預期進球還領先1倍，哈哈，所以水晶宮的射門也太離譜，多少腳都掄空了。現在有了多納魯馬，曼城後防是真的放心。水晶宮那麼多機會卻一個沒把握住，也是有原因的。你要是前鋒看見多納魯馬那麼大的身軀，你也發怵。聖誕節要到了，瓜迪奧拉上半場排出的是聖誕樹陣型，中鋒哈蘭德，下面2個是福登和切爾基，再下面是賴因德斯、尼克和比席尔瓦，再往下最後一層是奧萊利、格瓦迪奧爾、魯本迪亞斯和努內斯。這4-3-2-1的聖誕樹陣型，瓜迪奧拉提前祝各位曼城球迷聖誕節快樂。本輪帕爾默、福登、羅傑斯這過去的曼城青訓營啊都進球了，而且表現都非常棒。過去的曼城青訓確實有說法，正在各支英超球隊開花結果。再加上利物浦表現出色的太子瓊斯，現在為了明年世界杯英格蘭隊中場的主力陣容，各位英豪已經爭破了頭。那麼今天咱們先要誇一誇哈蘭德。哈蘭德剛剛到曼城的時候，正好是上一個巨星德布勞內最後的巔峰期。過去幾年也給哈蘭德餵了不少好球，可以說除了主教練，德布勞內就是哈蘭德在曼城生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。但在上賽季末段，德布勞內已經老去，在他離開以後，哈蘭德必須自己獨立的成長起來，做更多的傳統中鋒要做的事兒。本賽季哈蘭德18般武器樣樣精通，他的頭球破門、後撤回接、被人對抗、支點作用，還有逼搶斷球，明顯比過去要強得多啊。這能上能下，能投能腳，能攻善守，位置方面也非常靈活，實力真是越來越強大。哈蘭德曾經非常謙遜地坦言 C 羅和梅西的記錄是不可逾越的，但他現在卻用每20次觸球就能夠破門的效率，重新定義了2025年現代中鋒應該是什麼樣子，絕對的現役最強的正版9號位中鋒。現在身高也長到了1.95米，所以無論你是哪個隊的球迷，都很難不喜歡哈蘭德。過去有 B2B 的中場，現在有 B2B 中鋒，哈蘭德和哈里凱恩就是典型代表。每場球哈蘭德现在學習凱恩，真是防守和進攻啊一把抓。他踢球非常無私，非常團隊，這一點比皇馬許多鋒線球員要強太多。哈蘭德你看到他能夠為隊友進球啊，特別高興，而且也願意賣力的防守，每次換下他也從來不鬧。他自己在採訪中還說過，如果被換下場就鬧情緒，那是對替補球員的不尊重。所以他的人品也特別好。有一次歐冠，當時哈蘭德已經5子登科，轉眼結果就被換下，一點抱怨也沒有。本來還可以衝擊一下個人的記錄，而且現在曼城啊，在定位球、角球防守的時候，基本上哈蘭德就像一個中後衛一樣，他在場上是真的積極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態度方面來說，再加上他的進球數據又如此扎眼，哈蘭德只有一個弱點，就他的國家隊挪威不太可能在世界杯奪冠。所以哈蘭德想拿金球獎，只能靠曼城的歐冠。咱們說句不好聽的，哈蘭德從多特蒙德過來只花了6000萬，比一比今年利物浦買來的伊薩克，您說值不值？未來呀，哈蘭德如果再能開發出像過去阿德里亞諾那樣的遠射，
像 C 羅那樣的任意球，哇，那就真正的直接無敵了，真正的六邊形戰士。未來如果一直待在曼城，哈蘭德有希望成為真正絕對的傳奇，在隊史上進入前3完全沒有問題。還有一點，因為哈蘭德從小跟着自己的父親是出生和長大在英格蘭。哈蘭德是在英格蘭出生的嗎？是的，你沒聽錯，哈蘭德是在2000年7月21日出生在英格蘭西約克郡的利茲。當時他的父親老哈蘭德正效力於利茲聯俱樂部，所以哈蘭德本來是可以選擇英格蘭作為自己的祖國去征戰世界杯。可是哈蘭德不去英格蘭抱團，選擇堅守自己的挪威。他這個年紀如果去英格蘭，那你想想英格蘭隊還能拿不到歐洲杯和世界杯嗎？那您再想一想，英格蘭球員哈蘭德能夠獲得多少榮譽、金錢、地位，甚至包括女人。可這些重要嗎？是的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這是個問題。所以為什麼每次進球後哈蘭德的慶祝動作是冥想？因為冥想可以沉澱一個人的心性，蓮花打坐彰顯了哈蘭德心靈的追求。就這樣一個英超最佳中鋒，相比之下，澤凱賴什、伊薩克、沃爾特、马德、謝什哥，包括埃基蒂克等等，作為同行，是不是有些汗顏？說真的，哈蘭德在曼城還不佔據球權，而他把握機會的能力啊，完全是獨一檔的存在。全場今天這第一次進攻機會就能直接得分，之前甚至都沒有幾次他的鏡頭。而曼城只要哈蘭德先進球，很難輸球。現在的他呀，真的是把很多英超球隊、別的球隊的球迷都給打服了。不靠假設，不靠貸款的世界第一中鋒，這一路來到曼城，破了英超各種紀錄，並且讓曼城贏得3冠王，帶着自己的挪威國家隊強勢重返世界杯。這種現象級的中鋒，他不是世界第一中鋒，那誰是？關鍵的關鍵，他不光個人數據好，球隊的成績也拉滿，而且不會動不動的就怨天尤人。說真的，哈蘭德也就是顏值太美，長得過分像七龍珠的魔人布歐。如果不是因為這份嫵媚，哈蘭德的商業價值起碼比現在應該再高5個台階。這個賽季肉眼可見，哈蘭德的頭球太強了，火箭頭錘這個絕技終於練出來了，而且近幾場踢點球狀態也回來了，是真的火爆。如果曼城能拿一個歐冠，那麼我真的支持哈蘭德拿下一個金球獎。現在看他的心態還有積極性，這些都是真正的世界級巨星需要的要素。自從他連續失點後，這幾場能夠明顯看出來他已經研究、已經加練過了。所以直面問題、解決問題，你就永遠不知道這個球員的上限在哪兒。看他的這2億歐元的身價，那是實打實沒有摻水。況且每次看哈蘭德進球之後，那種悶騷型的慶祝，小表情繃不住的那種騷氣，就是如果你有和女孩的約會不能看這場球，那你隨便打開一個 APP 看看文字直播也就夠了。因為你心裡特別踏實，你知道只要主教練瓜迪奧拉不玩花活，有哈蘭德在，每一場比賽都能順利拿下。現在雖然曼城還差阿森納2分，但阿森納球迷是真的感受到了那種壓迫感。所以大家怕的到底是曼城，是瓜迪奧拉，還是那個哈蘭德？上賽季我在節目裡可是把曼城給批慘了，但從來沒有一次批評過哈蘭德。23年曼城的巔峰，24年曼城的低谷，可現在都已經過去了。就希望每個曼城的球迷的未來都跟曼城現在一樣，順順利利，一路邁向成功。就今天射門2次，射正2次，就進球2個的哈蘭德。說真的，我建議大家都去買一件他的球衣，或者買一個魔人布歐的手辦，送給自己，送給曼城，送給哈蘭德一份聖誕禮物。世界第一中鋒不斷進步，進步不斷，頭球不行他就練頭球，點球不行他就練點球。從不會投球到現在頭球成為他的招牌，從一個只會吃餅的餅鋒到現在會傳球會防守。確實他跟羅納爾多不一樣，大羅納爾多是一來就已經是現象級的，而哈蘭德擁有頂級天賦，但我們每年都能陪伴着他，看到他在一步步的提升自己。有時候老 K 真的就喜歡這樣的故事。天賦好不好，那當然讓人羡慕，但我們99.99%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踢球也好，幹其他事情也好，只要看看今天哈蘭德的跑动距離11.5公里，3個搶斷2個解圍，你就能明白許多事，你也能明白現在的皇馬問題在哪。所以不要抱怨，抱怨也沒有用。哈蘭德從多特蒙德過來，能夠一步步進步成為現在這樣的像一個真正的完全體，跑動彈跳投球都有了，點球的節奏變化也有了，還能夠回撤接球做球，既有腳法還有組織能力。過去低迷的時候，老有人說曼城配不上哈蘭德，哈蘭德不該來曼城。但今天老 K 卻要說，哈蘭德之所以選擇來曼城，就是因為在瓜迪奧拉手下可以進化，可以不斷的全面提升自己，而不是躺在天賦上睡覺，
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現象級的頂級球星應該有的樣子。許多人不喜歡 C 羅，但老 K 提醒大家，真的有空可以看看04、05、06、07年的 C 羅踢球集錦，再看看現在40多岁的 C 羅，你也能明白他走的也是同樣一條路，不斷的轉型，不斷的更全面。但是老 K 最喜歡的仍然是04、05年17、18歲那個衝起來像跑車一樣腳下無限炫酷的 C 羅。我既喜歡 C 羅最後大成之後的模樣，因為那是他用無數的汗水和進化換來的，但我也同樣非常喜歡他17、18歲那腳下花活無限炫酷的樣子，因為那是他的本體，是進化前最純真的模樣。而那個04、05、06年踢球的 C 羅的樣子，歐洲足壇也再也沒有出現過。但28歲以前的內馬爾來到歐洲之後也有點像，也是那麼的炫酷。但小小羅是小小羅，內馬爾是內馬爾，各自的炫酷，不同的精彩。所以我今天這麼說，是正式的將哈蘭德定義為跟 C 羅、內馬爾一樣的歷史級的球星。最後唯一的一點，看到他最後也有些疲憊，希望能夠給他多一點休息時間。好，咱們再誇誇福登，福登最近真的是越踢越好，完全對得起过去這幾期節目老 K 對他的表揚。今天當切爾西把球分給福登的時候，看到弧頂沒人，我就知道這球有了。而且這個球哈蘭德的靈性跑位吸引走了防守，太子福登就獲得了空間。現在哈蘭德只要往禁區裡跑，基本上要吸引2、3個人。本賽季的福登對比2年前2023賽季的福登，最強的就是弧頂射門這一塊，現在已經比過去要全面得多。2023年當時福登可以隨便開槍，是因為身邊有德布勞內，後面還有羅德里壓陣，有人保護，自然肆無忌憚。但到了24年，德布勞內老去，羅德里大傷，福登是整整經過了1年的蟄伏，這才終於挑起大梁。哈哈，上賽季我說福登的身價可能有些虛高，但今天再講個笑話，福登8000萬身價，屈萊爾竟然有9000萬。所以今天導播很懂，鏡頭先給了圖赫爾，然後給到福登。第二個鏡頭，當福登進球後，馬上又轉給圖赫爾。是的，英格蘭主教練圖赫爾，你準備好了嗎？2026年英格蘭最好的前腰福登，你準備好了嗎？其實水晶宮一直不好打，一直是個很強勁的对手。上賽季當時曼城踢水晶宮那一場開場就非常艱難，直到德布勞內站出來一腳任意球破門，開始反擊，5-2完美拿下。而本場曼城打水晶宮，幸好哈蘭德、福登還有切爾基這3個人狀態超好。現在福登跟切爾基2個人也特別來電，互相的靈動配合根本不像是第1年在一塊踢球。所以切爾基腳後跟做球的切爾基，雙腳沒有立足的切爾基，法甲第1前腰，真要說瓜迪奧拉和曼城的球探真會選人啊。切爾基現在踢球有意思，每場都要用45分鐘來熱身進入狀態，常常在首發的時候上半場大概90幾分的表現，可下半場就馬上哐哐發力。所以馬爾穆什跟切爾基，如果你上半场先用馬爾穆什，不管他能不能进球越不越位吧，馬爾穆什先冲幾下，胡亂瞎衝，先消耗對面的體力，下半场再讓切爾基上來，立刻就騷起來。所以今天曼城也是全隊上半场狀態一般，都很慢熱，小失誤也不斷，但到了下半场就像一鍋水燒開了一樣。切爾基在場上盤帶過人是真牛逼，不過他本來是10號位，瓜迪奧拉非要把他放到邊路，所以切爾基踢邊路啊，也不一定非要用速度。像切爾基這種類似於梅西的球王踢法，丟失球權是比較多，有時候你也確實覺得他有些太粘球，但是這不重要，在曼城他的存在關鍵是能夠向前傳球。這個位置如果是比席爾瓦，那是可以不丟失球權，但總是傳安全球，曼城就总是在禁區瞄邊，那樣的傳控傳來傳去進不了球有什麼用？所以能夠傳威脅球的球王踢法，丟失球權是必然的。至於粘球，你不讓他粘球，他哪來的盘帶？所以曼城現在的多庫和切爾基，你千萬不要看他丟了多少球權，關鍵是制造了多少威脅。今天多庫不在，進攻的邊路核心就得靠切爾基來突，有威脅那就要丟失球權。事實證明，用切爾西打核心也是能夠爆破的。他的創造力，他踢球那個瀟灑，盤帶過人，真的好看。本賽季切尔基代表曼城出戰了680分鐘，就3個球7個助攻，平均每68分鐘就能創造1個球。今天他嘗試過人7次，成功過人5次，關鍵傳球3次，被犯規2次，均為全場最高，而且進步很大。今天切爾基一直在跑，還能夠回撤，幫助尼科分攤壓力。未來只需要把戰術、紀律和本能結合在一起。就目前切爾基打得不多，已經在助攻榜上和比费並列第1。那你想一想，再加上戰術和紀律，那不就是下一個德布勞內嗎？所以啊，看他踢球，控場能力真的很強。
小範圍的傳切和控球已經到了很誇張的地步。未來在曼城是絕對的中場核心，多庫不在，他就是場上唯一有過人能力的进攻點，傳球美如畫，真正的魔術師。不管多緊張的比賽，切尔吉就踢得像接球一樣写意。這22歲的年龄來了英超6個助攻，身價才3700萬。嗨，曼城的總监球探，您就說强不強？现代足球太缺乏他这樣有想象力的球員了。所謂的太花騷、太複雜，其實這才是真正的天賦和技能。足球就是10個人抬鋼琴，1個人彈鋼琴的運動。目前曼城能當此大任，切爾吉也還有一個多庫。萊因德斯其實球商挺高，總能跑出來別人沒有觀察到的機會，但是腳下太糙，最後一下處理總會搞砸，而且喜歡自己浪射。今天在場上那一腳浪射卻不傳給哈蘭德，其實哈蘭德的位置一給就有了，非要自己打。想起過去在 AC 米蘭，萊因德斯也是浪費了萊奧不少的妙傳，喜歡打門就是打不進，這麼好的轉身不傳給哈蘭德吃餅，真是眼裡只有自己進球啊。現在曼城新的4大天王，鮑不突、留不防、賴不傳、薩不射，這東邪西毒南帝北丐，分別對應不突破的前鋒鮑博、不防守的後衛留神劉易斯、不傳球的中場賴因德斯，還有不射門的薩維尼奧。暗黑4大天王，不過今天替補12分鐘的薩維尼奧還踢得不錯。薩不射，大家知道薩維尼奧射門打不出來，他要今天真射門還不一定能進，不過能夠造點球也不錯了，造點球確實更好。這也屬於自己不背鍋，把踢點球的責任和壓力傳給隊友哈蘭德。今天最後幾分鐘，薩維尼奧展示了自己的態度。其實他的速度和技術還一直都有，主要就是決策和射門技術太差。雖然今天單刀沒進有點搞笑吧，但一想到在最後時刻上場，必然有瓜迪奧拉的道理。今天也證明了薩維尼奧的價值。造點球不僅是一個點球，更是給當時被圍攻的曼城緩了一口氣，隨便就拖了幾分鐘時間。哈哈，有意思的是，最後單刀殺出來一個薩維尼奧，大家懂的球迷都感覺進不了。看到薩維尼奧單刀，球迷內心是一點波瀾都沒有，但看到他在禁區倒下瞬間，大家都在起身大喊點球。所以薩維尼奧這處理就很聰明，知道自己一直射門狀態不佳，就成功造個點球唄。尼科最近是打得真好啊，場場都上，場場都不休息。而曼城中場現在有他沒他還真是兩回事兒。這連續已經9場比賽發揮出色了，沒辦法，曼城是實在沒有後腰，就剩他一個。尼科的球商是肉眼可見在進步，決策也比過去合理了許多。場場踢了90分鐘還沒有輪換，尼科多少有些失誤，但這也能理解。不過好在尼科身邊有比席爾瓦和福登2個人，他們可以幫着出球。今天水晶宮的逼搶也確實厲害，只要一個人拿球，就能有4、5個水晶宮的球員來搶。所以尼科今天也有2次失誤，有2次太粘球被斷，非常危險。但場場踢滿，他是人也不是機器人，今天肉眼可見是太疲憊。再加上這場萊因德斯一直在往前插，整個中後場就尼科一個人在頂，已經做得很好了。哈哈，今天再誇誇門神多納魯馬吧，這誓死捍衛零封獎。意大利的門將多納魯馬，只要給錢，他拿錢是真辦事兒啊。這個賽季要沒有他，曼城的後防你根本不敢想會有多爛。今天是多納魯馬在曼城生涯踢得最好的一場。以前嘛，要就太閒，一場撲一個，要麼是定位球被擠成了肉夾饃，被對方進一個，或者各種神仙球丟一個。但多納魯馬今天忙活了一天，終於拿到了零封獎，終於不是白忙活。對錢多多就一句話，巴黎隊會後悔的。本場比賽因為歐戰的關係，2個隊其實極度疲勞，在多庫缺陣的情況下，這場曼城仍然靠個人能力決定比賽。對面水晶宮沃頓踢得很棒，出球思路屬於高級貨，也是水晶宮隊為數不多的看點。而切爾吉威脅球能力確實太強，再加上門將多納魯馬真是沒有1分錢工資是白拿的，一個好門將對曼城的提升太大了。這就像現在胡安加西亞對巴塞羅那，庫爾圖瓦對皇馬的感覺。就這樣的世界第1門將多納魯馬，居然是因為巴黎隊不願意續約，就這麼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了。而今天場面上其實水晶宮機會挺多的，但是沒有能把握住。而曼城因為有哈蘭德，所以機會都把握住了。今天就能看出來，瓜迪奧拉的傳控其實可以当防守來用，省力而且不受傷。控球其實就是為了節約自己的體能的戰術。而水晶宮這邊穆尼奧斯的傷缺影響太大，沒有了穆尼奧斯的拉扯，薩爾也踢不出來。所以本場的首發瓜迪奧拉也整了些新活兒。左路的進攻核心多庫休息。
那麼右路曼城就依靠人員的堆積，也獲得了相當好的結果。不過賴因德斯確實還配不上曼城。另外，就今天薩維尼奧弄了個點球，還是效果不錯的。皇馬今天終於艱難地贏下了阿拉維斯。這場據說阿隆索已經收到了最後通牒的比賽。上半場24分鐘，姆巴佩一條龍破門，隨後貝林厄姆的進球被吹掉，庫爾圖瓦又獻出了神撲，上半場保了1-0領先優勢。但下半場68分鐘，對面的維森特扳平。好在8分鐘後，巴西雙子星閃耀，維尼修斯助攻，羅德里戈破門救主。憑借這一個球，終於2-1取得了3分。今天姆巴佩上，又是一場醜陋的比賽，屬於拼了命，好不容易又算偷了一場勝利。最後還是所謂的倒龍派巴西雙星救了阿隆索呀。看得出來，皇馬陣中沒人想擺爛，都在認真踢球。不過有意思的是，今天主教練阿隆索一旦領先就站在場邊大聲指揮，一旦落後就坐回替補席，低着頭不敢大聲說話，小聲的跟助理教練在那交流，特有意思。所以今天的比賽可以看出陣容平衡的問題，能夠進球的姆巴佩回來，結果全隊又不會踢球了。幾天前歐冠打曼城的上半場，還以為銀河戰艦皇馬已經可以了。今天貢薩洛加西亞算是演砸了，世俱杯表現那麼好，但世俱杯後一直做替補，屬於真正沒有了心氣兒。現在在場上，貢薩洛加西亞真是慌的一批。今天那個球，一個職業球員應該具備的基本腳法，右腳背只要輕扣一下，順勢腳腕一推就可以了。這種反擊的2打1，居然這個球傳不好。哎，看回放的時候，站在阿隆索背後那迪亞斯的表情，真把球迷給笑死了，嘴巴張得老大，不可置信。所以這一場也就是上一次恩德里克領了紅牌停賽。真得說一句，以後的比賽還是把恩德里克的順位排在更前面吧。那麼本賽季阿隆索棄用羅德里戈，羅德里戈卻屢屢拯救阿隆索，所以安切洛蒂當寶的羅德里戈，阿隆索不用；安切洛蒂不用的居莱爾，阿隆索卻當作寶。場上每一次羅德里戈的觸球都能感覺到簡潔高效，每個人現在在羅德里戈身上都能看到那種對進球的渴望，那種想抓住每一次機會的渴望。前半個賽季主教練真的是讓他板凳坐穿呀，但只要給機會羅德里戈就有。這連續2場給主教練續命，屬於連續2場打臉呀。阿隆索試了整整半個賽季，才發現還是過去安切洛蒂的陣容更好用，特別是這個小羅德里戈才是正確的答案。要說巴西雙星，維尼修斯經常神一場鬼一場的，但羅德里戈的表現要穩得多。這連場破門，狀態回暖，終於拿回了屬於自己的位置。這麼高水平的足球運動員留在替補席上，卻兢兢業業，毫無怨言，只是等待自己的機會。老 K 覺得現在阿隆索醒悟真的還來得及。23到24年的巴西雙子星，我們已經許久沒有看到過這麼默契的配合了。羅德里戈今天投入到中場的串聯還有回防都做得很好，在場上的組織、突破、進球、串聯、協防，沒有他的前插，禁區內又沒有人了。所以真是以德報怨，就這樣一球一球把自己的身價打回來。今天姆巴佩在場上不太敢發力，能夠看出來身上的傷還沒有好透，屬於帶傷繼續首發。經常能夠看到他的關鍵傳球非常多，但助攻只有2個，這說明其他皇馬的鋒線球員進球效率太差，而姆巴佩一個內切射門就能得分。所以皇馬目前的問題主要是陣容不平衡，特別是中場差組織方面的高手。不喜歡進禁區，這是他的技術風格，但是在弧頂，姆巴佩的進球能力是真的強。而目前這個階段，貝林厄姆又要更多充當防守型的角色，現在中場的屏障更重要。所以關於進球，姆巴佩可以一肩挑，只是皇馬的進攻手段和層次就不夠豐富，還是缺乏一個正統的中鋒能夠進入禁區內。所以現在有狀態好的羅德里戈，讓羅德里戈插進去，就像今天的第2球一樣，這倒是個好思路。所以關於姆巴佩，這就是一個矛盾體。他確實是當今世界足壇技戰力第1人，但是跑動少，喜歡待在禁區弧頂，不願意進禁區，不愛回防，但是又能進球，這些都屬於姆巴佩的技術特點。而皇馬的陣容平衡問題，還是要交給老佛爺、管理層和阿隆索主教練去解決。姆巴佩帶傷上陣，這2個賽季在皇馬的出勤率這麼高，他已經是盡了全力了。而關於維尼修斯，最近狀態不太好，現在讓他在中路和右路，這不是他過去舒服的位置。然後維尼修斯必須要一直回防，最後階段好不容易回到了左路，突進去一次，這被明顯的犯規，裁判竟然不給點球。好在維尼修斯今天給了個關鍵的助攻。維尼修斯的狀態現在真不好，需要好好努力。
本場比賽除了助攻之外，現在就他呀，在皇馬的陣容裡有點格格不入，因為長期不進球，心態方面也有些患得患失。其實像維尼修斯這樣的邊鋒是非常需要像本澤馬那種傳統中鋒的。本澤馬背身拿球，第一點回做給前插的中場，前插的中場一個斜線就可以找到維尼修斯，這種事情就舒服太多。所以現在小熊維尼越踢越不舒服，也是因為真的少了可以回做拿球的本澤馬。而最後20分鐘，維尼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左路，就踢出了相当不錯的表現。阿隆索今天整活，前面讓維尼修斯去踢靠右的中鋒，但被扳平了之後急了眼，才讓維尼修斯回去踢左邊鋒。還有就是總讓維尼回防啊，他的體力也不夠用。沒關係，早點找回狀態吧。現在羅德里戈上場多，巴西雙子星好好配合一下。今天貝林厄姆在中場前場的擺脫、摘球、串聯，所以讓他來串聯，目前皇馬的中場是最好的。至於讓居萊爾拿球，還是算了吧。場上皇馬的進攻非常需要貝林厄姆往前的那一腳。今天貝林厄姆的本職工作做得不錯的，而且還滿場飛奔，還送了一腳出色的直塞。但雖然有他，皇馬整體的問題卻太大了。貝林厄姆今天就射門稍微差一點，但是組織、串聯、擺脫、推進、攔截、覆蓋、搶斷、頭球、2點球、拉邊、回撤都有。可是主帥阿隆索非要用居萊爾，這就是皇馬中場現在的問題。未來中場如果保留楚阿梅尼、貝林厄姆、巴爾韋德，再補強一個組織者就可以。特別是巴爾韋德拉邊，還正好可以給右邊的阿諾德補位。而小將居萊爾今天一般吧。主要是防守能力太差，他在場上皇馬的防守就少打一人，位置感不足，被過得太輕鬆，回追也不積極。但今天最後一腳大範圍的轉移球給維尼修斯1對1的機會，這才有的反超的進球。所以這一下一腳出球是相當帥。居萊爾還只有20歲，確實太年輕太年輕。現在想靠他挑起皇馬這銀河戰艦的組織大任，實在有些太勉強。個人覺得皇馬中場必須補強，居萊爾踢個輪換沒有問題。有時候把一個能力還不夠的人擺到了一個不屬於他的位置上，這本身也是一大悲劇，也是對他的傷害。居萊爾還需要再成長2年甚至3年4年。想想現在利物浦的瓊斯、曼城的福登，要知道皇馬可是皇馬。想想西班牙隊的中場都是些什麼角色，所以居萊爾還真的只能慢慢培養，不要給他太大的壓力。好，今天皇馬因為沒有正牌左後衛可用，所以瓦爾德佩尼亞斯也上演了在皇馬的首秀。這個小將本職位置是中後衛，但他也曾多次被安排在左後衛位置出場。左腳是他的慣用腳，所以在左路並不生疏。今天能在一線隊首發，小將表現出的前插和逼搶都很完美，只是作為中後衛出身，速度有些慢，這沒辦法。而在西甲這第一次首發表現已經不錯了，上半場能看出來很緊張，拿到球也不敢冒險往前。而下半場一開始踢得不錯，但被扳平之後又有點緊張了。這個小將說不定未來可以給卡雷拉斯當主力替補，技術功底扎實，傳接球都很穩，只是防守意識還需要提高。也許培養培養會比加西亞當替補更好。今天小隊長巴爾韋德又是屬於當了革命的一塊磚，哪兒都能踢，右邊鋒、中前衛、邊翼位、左右的邊後衛。巴爾韋德比卡馬文加踢的位置都還要多。今天右邊跑完了，左邊跑，還能順便開開大腳。這種在一場比賽從右邊後衛踢到左邊後衛很少見吧？所以巴爾韋德真是全能，左右前後中都能踢，而且出勤率超高，真是把他當驢在用。今天甚至還有一手仙人指路，依舊是那個最受球迷喜愛的小队長，永遠真正的马德里主義者。那麼後防線上的大爹庫爾图瓦不能不提呀，上半場最後1分鐘，甚至連臉都在盡力的撲救。這2米的巨人庫爾圖瓦每場球都有神撲。2比1擊敗阿拉維斯之後，庫爾圖瓦也收穫了自己皇馬生涯第200場勝利。一共是出戰了310場比賽。比賽結束後，由於維尼修斯在禁區內被放倒的動作未判點球，這引發了皇馬方面猛烈抨擊。而裁判對皇馬的巴爾韋德解釋這個球強度不夠。那麼裁判確實也是變相承認了這是個犯規的事實，只是又開始尋找新的托詞，說什麼犯規強度不夠。賽後維尼修斯表達了自己強烈的不滿。替換下場的時候，主帥阿隆索對維尼修斯說：“這太明顯了。”維尼修斯則回應道：“他不吹點球就是針對我，這毫無疑問是個點球。”而這一段對話的場景正好被攝像機記錄了下來。說實話，老 K 看這個球確實應該判點球。如果說因為這點球沒判，最後比賽打平或者打輸，那爭議就太大了。好，今天托特納姆熱刺客場對陣諾丁漢森林，卻3比0敗下陣來。
森林隊換了帥，找了肖恩戴奇，这真是找对了。這麼強的森林的陣容，開賽竟然被奧波帶到了降級區，所以老 K 個人估計，未來奧波想在5大聯賽再就業已經不可能。而熱刺在連續的換帥之後，連主席列維也換了。今天場上感覺除了門將帕利尼亞，其他10個人都踢得太差。場上熱刺球員的表現就莫名其妙。過去奧波在熱刺花了1個半賽季才讓熱刺的球迷感到絕望，這弗蘭克來了只花了25場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。賽季初弗蘭克還帶得挺好的，攻防都在線，現在不知道怎麼回事。熱刺現在一碰區域防守和高位壓迫就直接完蛋，也不知道平時訓練是怎麼在練，這進攻沒章法，防守又是一團糟。防守方面熱刺就全靠2個中後衛頂着。不過就熱刺啊，確實練了一下任意球和界外球，可能是故意安排的。波羅的2個任意球和1個界外球都故作玄虛，要罰或者要大力扔，然後軟綿綿的發給旁邊的人。接着3個機會，最後連禁區都沒進去。有意思的是，這賽季曼城還踢不過熱刺，當時看着感覺每個熱刺球員都比曼城的要強，這到底是戰術克制呢，還是玄學？熱刺的邊路打不開局面，後腰也不夠硬，中場的哈維西蒙斯全場隱身，一點點的身體接觸，他的技術動作就要失誤，而且也跑不出位置，拿球就丟，拿球就丢。哈維西蒙斯踢球啊，都撤到自己後衛線去拿球，而且隊友也不信任他，也不給西蒙斯傳多少球，球權太少，地位太低。好的，再看看德甲，今天拜仁在主場被美因茨2-2逼平，小将卡爾連场破門，凱恩自己造了點球，又主罰扳平了比分。上半場先是格納布里送出助攻，卡爾破門。在上半場補時階段，對方利用任意球波圖爾斯基頭球破門。下半場美因茨的斯特凡貝爾送出助攻，李在成頭球破門反超。直到比賽尾聲階段，凱恩親自造點主罰命中，2-2戰平。今天德甲這場比賽呀，手球不給，斷球吹越位，門將都抱着球10幾秒鐘了，裁判才開始倒計時。這抱球8秒違例規則是沒有嗎？要不是凱恩在場上投訴，估計對方門將還能再多抱一會兒拖時間。所以今天場上雖然拜仁踢得不好，浪費了許多機會，但邊裁真是神了。現在德甲的裁判也這麼抽象了嗎？西甲、意甲、德甲，裁判界能夠3足鼎立了是吧？今天場上拜仁的格雷茨卡狀態非常差，就這個狀態竟然還首發踢了60分鐘。本場比賽還是主教練孔帕尼可能太輕敵了，拜仁應該輪換，但不應該是這種比賽。打美因茨之前休息了5天，今天主場又是今年的最後一場比賽，馬上就冬歇期了。按道理是可以主力進出，穩穩拿下3分，拉大一些距離。然後後面的德甲，你想讓替補上就隨便上。真正的輪換還應該等到明年的3月。所以拜仁打這種比賽還是不能缺強力邊鋒。面對對方的鐵桶陣，靠傳球是很難拉開對方防線的。美因茨今天的防守確實眾志成城。而奧里塞和卡爾都不太善於突破，格納布里更是不停地浪費機會。未來等着穆夏拉回來應該會好一點，而剛剛傷愈復出的阿方索戴維斯還得多適應一下。今天拜仁這邊26歲的伊藤洋輝首發出戰了61分鐘，客觀來講踢得還可以，穩扎穩打，拿球和出球比較穩。伊藤洋輝本賽季是在拜仁的第1次首發，還算表現不錯。而小將卡爾依舊踢得不錯，很會找空間。帶球射門一條龍，17歲的卡爾是2025年拜仁球迷最好的禮物。而哈里凱恩本場錯失3次絕佳機會，差點運氣，但是點球是真穩。當哈里凱恩站在點球點那一刻，大家就知道拜仁這場輸不了。另外，今天其他比賽，馬賽隊1-0戰勝摩納哥，意甲的尤文圖斯客場1-0戰勝博洛尼亞，國際米蘭客場2-1戰勝熱那亞，那不勒斯客場0-1輸給了烏迪內斯。AC 米蘭主場2-2戰平薩索諾。現在意甲15輪戰罷，國際米蘭以1分優勢暫居積分榜榜首。而英超方面，桑德蘭主場1-0戰勝紐卡，西漢姆聯主場2-3輸給阿斯頓維拉，布倫特福德1-1戰平利茲聯隊。好的，歐洲聯賽依然精彩，屬於足球的周末，每一天都很快樂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評論、熱推和分享，讓咱們明天再見。